魏昭在窗前看着涂小娇离开的背影，呢喃：真是出乎意料的难缠啊。唉，公子，现在怎么办？要派人去将魏家村的人截住吗？现在应该已经来不及了，那些人应该已经到涂家了。说着，魏昭不由得吐出一口浊气。一开始我们就大意了，太没把涂小娇当回事了，以至于给了她先下手为强的机会。现在再想抢占先机怕是难了，除非不管魏延的生死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。待涂小娇和魏昭都离开，武安才敢正常呼吸，看向魏松，本想问一句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，看魏松一言不发，快步去了茅房。所以刚才我一直憋着气，而主子是一直憋着尿，连茅房都不敢去。另一边，涂小娇离开酒楼后去了书画阁，买了笔墨纸砚，画下一幅魏松的画像，想请人给裱起来。而当他把画像画好，书画阁的掌柜的看着画像上的人，不由得疑了声：怎么了，掌柜的？可是有哪里不对吗？不是，而是这画像上的人，前些日子我好像见到过。掌柜的应该是看错了，这画像上的人是我相公，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怎么会呢？前几日我见到的那人呢，就跟这画像上的一般无二啊。一般无二？世上相似的人何其多，也许只是相似而已。掌柜的可知那人姓甚名谁？这个我倒是不知，来这里的客人可没有进门就问人名讳的。那他是一个人来的，还是跟人一起来的？跟人一起来的。掌柜的说着，回忆着。跟他一起来的是个长得很精壮的侍卫，主子，喊他主子。闻言，涂小娇凝眉：主子？魏松可不是什么主子，也没什么侍卫，所以只是长得像而已，不可能是他。敢问掌柜的，那人还会来吗？来，他在这里订了一套文房四宝，3日后来拿。3日后吗？魏松虽然觉得不可能，但是涂小娇还是想等等，想见一见。就算不是魏松，也很想再见一见这张脸，因为想念。刚成亲的时候还想着卖了他还钱，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不在了会这般想他。那个白天唤我娘子，晚上陪我如厕，在我突然穿来古代，心里最迷惑不安的时候，恰时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，就那样突然的离开了。那感觉，天大地大，忽然只剩下我了，空落落的内心，那种孤寂让人非常的难受。是不是爱？不知道，只知道很想他。不过小娘子既然说你相公已经不在了，那么我看到的那人或许也只是长相相似而已。也许。说着将画像递过去。劳烦掌柜的帮我装裱一下。好嘞。在掌柜的忙活时，涂小娇就在门口的矮凳子上坐着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看着每一个进店的人。万一那个像魏松的人忽然就来了呢？魏昭走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涂小娇正盯着每个路过的人看，像在寻觅什么。弟妹在找什么？没什么。弟妹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该回京了。我要过几日回去。为何？这里的景色很好，我想多待几日。弟妹想多待几日赏景，我是赞同的，只是我担心弟妹的身体。不用担心，如果我要死，临死前我一定把解药给你，让你带给魏延。此时魏松站在窗户前，看着不远处的涂小娇和魏昭，
因为距离有点远，所以不太能看清两人的神色。但是从涂小娇的肢体可以看出，她对魏昭透着明显的不耐和厌烦。果然，凡事都要有比较，才会发现不同。魏松想着，看涂小娇不经意朝着这边看来，魏松心头一跳，当即躲了起来。主子，别担心，涂小娇离我们有点远，她认不出您的，所以不用躲也无碍的。我刚才是在躲吗？是啊，不但是躲，还是难掩慌乱的躲，就像是红杏出墙，被夫人捉奸在床的那种慌乱。主子当然不是躲，主子是站累了，想换个地方站会儿。哼，原来心虚是这种感觉，会怯，简直荒唐。何曾见主子这么怂过？从来没有啊！难道一物降一物的事也要在主子身上发生了？相府当郭氏接到消息说魏昭要陪着涂小娇在外住几日的时候，郭氏眼泪当即就掉了下来。我苦命的儿子呀！涂小娇，你个毒妇，他还是人吗？在郭氏看来，魏昭在外陪着涂小娇，那就是现身呐。为了魏燕的解药，为了讨好涂小娇，他可怜的儿子都开始出卖色相了。弟妹若是喜欢看书，京城书画楼里的书更多，倒不如回京城看。我不喜欢京城的，就喜欢这里的。大公子若是不耐烦待在这里，可以先回去。倒是没想到弟妹还认得字。字不认得，单认得图画。说着，涂小娇将正看的那一页递到魏昭的眼前。你看这幅画的怎么样？看着书上那交叠的男女，魏昭顿时不吱声了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老实了。之后的2天，涂小娇一直在书画楼待着。涂小娇这样，武安还在想主子会不会感动时，就听魏松对涂小娇的作为做出了点评。他这是在守株待兔。所以在主子眼里，涂小娇是在狩猎，是猎人，而主子就是那猎物。如此一来，主子就根本不可能现身了吧？毕竟他都是猎物了，自是不可能主动将自己送到猎人手里。相府听到魏昭派人传来的话，魏子豪气的又摔了手里的茶杯。魏和忠悠悠出声：看来我们是真的太小看他了。魏子豪恼怒：他这就是不知死活。我倒是要看看，等涂家人到了京城，我先弄死一个，我就不信他能无动于衷。所以你是打算与他鱼死网破？哼，真是很英明睿智的决定啊。不然父亲觉得该怎么办好？我就问你一句，魏松的死到底跟魏燕有没有关系？魏和忠话出，魏子豪眼神闪了闪。果然与魏燕有关，所以涂小娇对魏燕不依不饶，也是她活该。不过涂小娇是怎么确定害死魏松的是魏燕的呢？明明她每日在府中好似什么都没做过。父亲，魏燕也并非是有心的，她也是出于孝心。什么意思？当时皇上突然提及魏松，父亲您说要将魏松接回来，可他的八字父亲您是知道的，高僧断言过的，燕儿也是为了我的安危才会对魏松下手的。魏子豪理直气壮地辩驳：当时做的是万无一失，只是没想到会冒出涂小娇这个难缠又刁滑的人。所以在魏子豪的心里，魏燕残害手足完全没错，但是涂小娇为父报仇却是罪大恶极了，简直是荒唐又荒谬。魏和忠一时无言，只是看着眼前的儿子，
忽然觉得陌生。小时候那个机灵乖巧的儿子，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歹毒又愚蠢的？人歹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蠢。就如这次的事，魏子豪担心被魏松克，不想让魏松回京的办法其实有很多，但是他偏就选了最蠢的一种，最后把魏燕搭进去不说，还连累了魏家，真是愚不可及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在魏子豪离开后，魏和忠招来暗中养的侍卫，对着他吩咐：你带人去一趟涂小娇和魏昭现在所在的地方，将魏昭打成重伤，之后将涂小娇带离，找个地方处理掉。闻言，侍卫愣了下：相爷，您是说要把大公子打成重伤？对，你没听错，照着我说的去做吧。是。人该狠的时候一定要狠，涂小娇这样的祸害必须快刀斩乱麻，即刻处理掉，不能任由他再祸祸下去。给魏燕下毒，刺伤魏昭，作风不正，行事不端，极尽所能的霍霍完魏家之后，人连夜潜逃，不知所踪。这就是魏和忠接下来定下的事情走向。至于魏燕和魏昭，魏燕身上的毒并不足以致命，慢慢养吧。而魏昭……想到魏昭，魏和忠心里有些遗憾。魏昭无疑是聪明的，只是可惜身体太差，日后也难成大器，所以流点血受点罪，就当是他回报魏家这些年的养育之恩了吧。是夜魏松刚睡下不久，忽然被叫醒。主子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刚才暗中盯着涂小娇的护卫来报，有人突然袭击涂小娇和魏昭，来人不少，暗守的侍卫当即出手阻拦，却未能成功。涂小娇受伤了，同样也受伤的魏昭在紧要关头带着涂小娇一起跳下了山崖，此时生死未卜。这次魏和忠不轻敌了，派出去的护卫不少，但凡少一些，魏松留下的人就能把人拦下，他都不可能得手。主子，是否马上派人去寻涂小娇？魏松静默。啥意思啊？是赶紧找人救人，还是随涂小娇是生是死啊？涂小娇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，只知道她在醒来时，整个人浑身都是痛得像是散架子了一样，一动就疼得眼前发黑。你还是先别乱动了。闻声，涂小娇转头，才发现魏昭在不远处躺着，身上带着血渍，脸色苍白，看起来也是受伤了。这是哪里？山下的一户好心人，他看我们昏迷，就把我们带了回来。魏昭说完，房门被推开，一个头发花白、面容慈和的老者走了进来。哎呀，姑娘也醒了，感觉咋样啊？啊，多谢大爷救命之恩，我感觉不是太好。好，姑娘别担心，我老伴略懂一些岐黄之术，他已给你看过了。你伤得不轻啊，但并无性命之忧，好好养养就是了。听言，涂小娇忙道谢。你们先躺着，我去给你和你哥做点吃的过来啊。我哥？那自然是魏昭了。多谢大爷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说着，老大爷笑呵呵地走了出去。老人一走，屋内静下。涂小娇转头看向魏昭：你觉得是谁？不好说。两人就这么沉默着。不多时，吴大爷的老伴就端着粥和菜走了进来。哎呀，你们现在身上有伤，只能吃些软的。好，多谢大娘。不用谢，来，吃吧。
老人知道他们身上有伤，贴心地给涂小娇和魏昭喂了饭。魏家当魏和忠知晓魏昭带着涂小娇一起掉下山崖的时候，脸色顿时就变了。有人去找魏昭了吗？是，已经在寻大公子了，想来很快就会有消息。不知所踪，生死难料，一点事儿办成这样，如何不令人恼火？也难怪魏燕这么容不下涂小娇。自从他来到魏家之后，就真是糟心事儿不断。这事儿给我藏好了，绝对不可外泄。是，属下明白。作恶当然要藏着掖着，只是涂小娇和魏昭一直不回，总是需要一个理由。所以很快京城传出一波流言，说涂小娇为了报复魏家，劫持了魏昭。魏家人现在已经在找人了，还在极力地放大涂小娇的恶。郭氏知道这消息后，当即就晕了过去。同样晕过去的还有魏昭和涂小娇。本以为他们是遇到了善人，结果不曾想并不是。所以那一碗粥下去，他们就晕死了过去。之后的几天，两人都是昏昏沉沉的，能感觉到有人在给他们喂饭，也隐隐能听到有人说话，就是听不真切，意识很是混沌。主子，已让暗卫去找了，只是暂时还未发现魏昭和涂小娇的踪迹。没发现？是，按说人掉到山崖下很快就该找到的，但暗卫去了却什么都没找到。属下猜测他们应该是先一步被人给救走了，因为暗卫发现山崖下的小木屋有人住过的痕迹。听言，魏松静默。不过主子也莫要担心，被人救走证明涂小娇人一定还活着。魏松看了武安一眼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在担心了？没担心吗？那昨天晚上连起来几次是怎么回事啊？忽然尿频了？哼，你留在这里，带人继续找涂小娇，令其随本王去边境一趟。听到魏松说要去边境，武安一点也不觉得意外。边境，大元重兵所在地，主子要重新掌控兵权，就必须亲自去边境。只是现在主子已重新换了一副模样，是否能重新拿回兵权，还很难说。涂小娇和魏昭两人清醒时，人已在山匪窝。寨子里大当家是个喜欢美人儿的，男女不忌，凭着二位这姿色，一定能得到大当家的疼爱。以后啊，你们可是有福了，吃香喝辣，锦衣玉食，这可是旁人几辈子都修不来的好福气呀！看着吴婆子那和蔼可亲的样子，涂小娇显得平静。果然是人不可貌相。魏昭一言不发，只是脸色非常的难看。这可真是太好了。大娘有所不知，从我懂事的那天起，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这辈子跟哥哥永远不分开。现在这样倒是如愿了，今生能与哥哥一起共侍一夫，一辈子永远在一起不分离，可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涂小娇一句话把吴婆子给弄懵了。这不对呀，这个时候她应该大哭大闹，然后寻死觅活才对呀。吴大娘，当家的能看上我们是我们的福气，只是我们现在身体都还不太行，能伺候大当家的吗？这个姑娘不用担心，自然是等你们身体养好了。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涂小娇声音软软糯糯。大当家的真是善解人意，真是体贴人呐。吴婆子听了，眉头不由皱了皱。这俗话说啊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所以她这么乖顺，莫不是心里在憋着什么坏吧？
就在吴婆子怀疑涂小娇时，就又听涂小娇来了句：吴大娘，不得不说你眼光真是好，我就不说了，我就是一个弱女子，没什么能耐，但是我哥……说着，涂小娇顿了下，瞟了魏昭一眼。那一眼让魏昭眉心一跳，心里陡然升起不好的预感。你别看我哥瞧着身体不太好，其实则不然，在床下他看着很一般，但到了床上，他可是那前后都特别行的人。哎呦，当时从掉下山崖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救他？为什么不当时再给他几脚，趁机弄死他？那个，你们先歇着，我去让人给你们弄吃的过来。吴婆子都结巴了，神色不定地走出去。你可真是好本事，好能耐。我刚才夸你呢，怎么还生气了？这不废话吗？对着一个男人说前面行还能接受，说前后都行，后面行，哪家正经男人能接受？唉，好吧，那一会儿等吴婆子过来，我跟她说你前后都不行，这样可以了吧？魏昭此时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怪我脏话学得少，我这会儿都不知道该怎么骂他才好。魏昭，你该不会是把我刚才说的当真了吧？魏昭听了，面无表情。没有，我知道你这么说都是为了降低他们的戒心，为了让我们少受罪，我很理解，并且对你如此强悍的随机应变能力感到由衷的敬佩和敬仰。你能这么想，特别好。两人心思各异中，门再次被推开。大当家的，就是他们，你瞧着如何？不错，不错，模样很不错。大当家的高兴，这赏钱啊，绝对是少不了了。谁能想到呢？只是去小木屋清理一下尸体，就遇到了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儿。大当家的，那你说是我好看，还是我哥好看？闻言，屋内的所有人都又是一愣。如果当家的说我哥比我好看，那我可不依。控世一夫，还试图争风吃醋，接下来是不是该论名分了？就涂小娇这劲头，正是肯定是他的了。大当家，你看到了吧？这是个稀罕物啊。萧大点头，确实如此。之前吴婆子跟我说的时候还不相信，现在倒是信了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世上有我这样荤素不忌、喜好稀烂的人，那么有这种奇葩的人也不足为奇。这还用问吗？自然是娇娇姑娘最好看。当家的眼光真好。哦，我可不只是眼光好，我身体更好。那我跟哥哥可是有福了。吴婆子，一会儿把东西给他们送来，让他们先好好看看。是。然后告诉厨子，让他们多做几个菜给他们送来，让他们赶紧把身体养好。好，当家的放心。萧大点点头，看看涂小娇，又看看魏昭，离开时眼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兴奋和期待。你现在什么话都别说，让我缓缓。没过多久，吴婆子又过来了，手里拿着几本书递给涂小娇。给，这是大当家让我送来的，你们好好看看，过几天啊用得着。等到涂小娇翻开书，才明白吴婆子表情为啥那么耐人寻味了。因为这书里的内容都是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。
涂小娇看一眼，哎呦一声。哎呦，哥哥，你看这姿势好玄妙呀！魏昭充耳不闻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娘哟，这也太厉害了呀！这姿势真的好适合哥哥呀！过了会儿，魏昭感觉身边的床一沉，一转头就看涂小娇在他身边躺了下来。魏昭腾地坐了起来。左肾，别自作多情了，我看不上你。既然如此，你爬过来做什么？废话，密谋事情当然要悄咪咪的，难道要大张旗鼓的吗？你想怎么做？等到萧大真要行事时，你负责勾引他，我来弄他。魏昭听了还未说话，就看涂小娇没什么表情。不然我来勾引他，你来弄他也行，只要你有那个体力。魏昭抿嘴，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这种时候就别扭扭捏捏别别扭扭的了。勾引男人的事儿我不会。不需要你会很多，你只要躺着就行，若是能啊几声自然最好。你打算怎么弄死他？弄死他我们还有命活吗？我的目标是活捉。之后的几日，魏昭和涂小娇都老老实实的吃饭养伤。就在涂小娇刚能下床走路时，有人过来递话了，让他们好好准备准备，大当家的晚上要过来宠幸他们了。哎呀，别怕，忍忍就过去了，就当是丰富人生了。魏昭没忍住翻了白眼，话都懒得说了。就在两人蓄势待发，等待萧大到来的时候，变故突生，萧大死了。突如而来消息让魏昭不觉松了口气。涂小娇愣了一下之后，对着魏昭满是敬仰。大哥，你克夫呀！你放屁！唉，不过也是万幸，他真是差一点就死在你身上了。涂小娇，你能不能把你那张破嘴闭上？你说这萧大怎么突然死了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难道是想到要拿下我们兄妹，一时激动，人就过去了？那我们也算是为民除害了，一不小心就积德了。魏昭懒得搭理涂小娇，扶着墙壁起身，朝着外面走去。只是门刚打开，看两个精壮的男人朝着他们走来。魏昭看到来人，愣了一下，神色微动。而朝着他们走来的男人看到魏昭的时候，脚步也不由顿了下。你们是萧大掳来的人？是。你们跟我来。好。哥哥，你说一会儿现在的当家的问起来，咱们要不要把咱们的关系如实的告诉他呀？难道涂小娇也认出来人了？应该不可能啊，涂小娇才来京城没多久，从未与他见过，更不可能认出他身边的人才对。魏昭思妇着，正要说话，就听涂小娇的声音传来：咱们是兄妹，实则更是夫妻的关系啊，真的可以说吗？涂小娇话出，魏昭眼眸顿时瞪大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还有我前不久才怀了你的孩子，才小产的事儿，这些也可以说吗？你还有咱们因为乱搞得了花柳病的事儿，也能说吗？当家的会不会嫌弃我们呀？涂小娇说完，魏昭手扶着头，走路摇摇晃晃，在晕死与死不瞑目之间不停地徘徊。涂小娇的目的就是要让现在的当家人膈应恶心。哥哥，闭嘴！哎呀，哥哥，我就喜欢你这凶巴巴的样子，真的好有男子气概哦。此时魏昭的内心的滋味，那真是比大当家的死在他身上都难受。等到了地方，安四对着他们道：你们先在这里等着。涂小娇心里正疑惑，听到脚步声传来，
魏昭看到来人，正要屈膝跪下，就被人给拦了下来。你叫涂小娇？是，我是涂小娇，敢问公子是？我是这寨子新的当家，鄙人姓谢，单名一个进字。涂姑娘可以叫我谢公子。哎呀，原来是谢公子呀！哎呦，好巧呀，我外祖也姓谢，说来咱们还是一家人呐。魏昭听了，脑袋更低了几分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涂小娇的外祖家应该是姓顾吧，所以为了达成某种目的，卖个祖宗或者换个祖宗，对涂小娇来说完全不算事儿。她连祖宗都能卖了，何况是我了？想开点儿，想开点儿。相府已经过去10多天了，魏昭和涂小娇还没有消息，但魏家这边已经乱作一团了。先是魏燕中毒，每日都是半梦半醒，看着让人忧心。接着是魏子豪外出时突然经马受伤了，摔断了腿，至少要养上3个月。连番的出事，郭氏终于扛不住病倒了，每天躺在床上，不是喊燕儿呜呜，就是喊着昭儿嘤嘤嘤，最后拖着病体来到魏子豪的床前，接着继续哭。哭哭哭，我还没死呢，你哭什么哭？简直是晦气！咱们3房一直立不起来，事事不顺，这都是因为你哭的。郭氏看他这样，一时惊怒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大爷，三爷，不好了，夫人晕过去了。你跟我说有什么用？我又不是大夫。说完，喊来2个粗壮的婆子，直接把郭氏抬了出去。夫妻情谊什么的一点没有。在郭氏醒来，全嬷嬷正苦口婆心的宽慰时，丫头又跑来禀报，说魏子豪要了春桃和春杏姐妹俩做了贴身丫头。郭氏这次是真的哭了，儿子出事，在他最是需要魏子豪呵护和关心的时候，他竟然去呵护别的女人了。郭氏哪里受得了，一气之下也顾不得儿子了，直接回了娘家。你说这魏昭和涂小娇现在会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在寨子里试图离开，可惜没能成功。来了寨子里的人就没有离开的道理，所以2位就安心在这里待着吧。当谢晋问他们最擅长什么的时候，魏昭还未说话，涂小娇就当即开口：回当家的，我和哥最擅长厨房的活，若是当家的不嫌弃，我们可以留下来干活。行，那今天的晚饭就麻烦2位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厨房准备。待涂小娇和魏昭走远，安四开口：主子，要把魏昭叫过来询问一下吗？不急。楚天人呢？回主子，小姐她还在屋里待着没出来。那就让她一直在屋里待着吧。另一边，到厨房，涂小娇看着魏昭：怎么啦？我说我们擅长厨房的活，你是不是不高兴了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这句话是你这阵子对我说过的最不痛不痒的一句了。之前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比这句难听，他就没担心我不高兴？应该也不是不担心，也许他恨不得气死我才好。在厨房忙活总是比跟他在床上忙活好呀，所以啊，来，摘菜摘菜，做饭做饭。魏昭没说话，默默地摘菜，心里琢磨着，这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另一边，谢晋静静坐着，正在看书，对于晚上的饭并没有什么期待。涂小娇将饭菜逐一端上来的时候，谢晋倒是诧异了下，7个碟子8个碗，看着竟然很是不错。当家的，你尝尝看味道如何？好。谢晋坐在饭桌前，浅尝了一口，挑眉。涂姑娘的手艺真是不错啊。当家的喜欢就再好不过了。很喜欢。说着，谢晋吩咐安四
你带着涂姑娘去寨子里转一转，熟悉一下。熟悉一下地形吗？那可真是巴不得呢。涂姑娘，请。好，请。待安嗣带着涂小娇离开，谢晋看向魏昭：小臣见过九王爷，王爷千岁千岁千岁。你这跟你同床共枕的妹妹是怎么一回事？让王爷见笑了，其实涂小娇是我的弟妹。弟妹？是我三弟魏松的媳妇儿。谢晋听了了然，原来是从市井出来的，怪不得行事说话这么糙。对着九王爷，魏昭也没隐瞒，将他们为何会落到这里如实的说一遍。那就先养伤吧，等身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我让护卫送你们下山。王爷，其实我身上的伤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如果可以，我今日就能下山。魏昭真是一刻都不想再跟涂小娇待了，还是等几日吧。正说着话，看侍卫突然匆匆跑来：主子，小姐上吊了。闻言，谢晋脸色瞬变，疾步往外走去。小姐，能让九王爷这么紧张的，也只有长公主的女儿楚田了吧？九王爷与长公主自小姐弟情深，奈何长公主早逝，留下年幼的楚田小郡主。九王爷放心不下，自小将她带在身边养着。楚田也自来乖巧懂事，从不让九王爷多费心。但自从及笄后就变了，少女春心萌动，有了喜欢的人，且喜欢的还不是别人，正是九王爷最瞧不上的人。九王爷对楚田父亲那边的人自来最是厌弃，而楚田偏偏就喜欢上了他姑母家的儿子，他的表哥傅恒。楚田非傅恒不嫁，这事儿前阵子也是闹腾的满城皆知。楚姑娘，你且去收拾一下吧，我在这里等着。好，那就劳烦安侍卫稍等。说着，涂小娇拉着魏昭就进了他们现在住的屋子。这个当家的好像是京城人，并且绝对不是一般人家。你常年在京城，可认得他？不认得，我身体不好，常年在府中静养，极少外出，所以这京城的富贵人家我认识的并不多。魏昭说完，看涂小娇眯着眼睛看他。不过等下我找机会问他一下，我不知道他或许知道魏家，说不定跟祖父跟父亲有几分交情，这样的话咱们也好请求他放咱们离开。涂小娇听了拧眉，跟你祖父和父亲有交情的会是什么好人吗？这话真是难听啊。哎呀，你先不要问了，我先侧面打听一下，别到时候交情没有，仇怨反而很多，到时候咱们死得更快。你这是去哪儿？刚才我在跟安侍卫四处走动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上吊的少女，我以为是萧大的人，以为寨子没了她也不想活了，我就故作善良的赶紧去救人，在救人时趁火打劫，掏了她身上的珠宝首饰，以作之后咱们跑路用。魏昭瞪大了眼睛，我本是想向现在的谢当家展示一下我的天真无邪和善良勇敢，结果安嗣告诉我那少女是谢晋的外甥女。然后呢？然后那谢当家的说我勇敢聪明，让我随身伺候他外甥女。涂小娇收拾好那两件破衣服，看着魏昭。唉，我这辈子就没办过这么掉链子的事儿，所以呀，你家风水真不好，有机会迁建祖坟吧。说完，涂小娇抬脚走了出去。你事儿没做好，反而怨魏家的风水和魏家的祖坟，真是，也许真该迁一下祖坟，毕竟若是风水好，怎么会出来一个涂小娇啊？另一边，安武对着九王爷禀报：主子，让涂小娇伺候郡主妥当吗？在本王看来，最是妥当不过。楚天被养得太过天真，太过娇贵了，而涂小娇，根据魏昭的描述，
还有这一天来他的表现，足以看出，这是一个坚韧刁滑、诡诈，最重要的是胆子大。楚田的身边需要一个这样的人，把他带坏。当武安得到消息，知道涂小娇竟然在谢晋身边的时候，脸色一下变得十分难看。谢晋是谁？那是主子最大的死对头，涂小娇怎么会跟谢晋在一块儿？啊，是巧合。涂小娇被萧道的人掳了过去，而九王爷最近因为官匪勾结的事情，心里很是不高兴，所以便占据了芒翡山，想进一步摸清跟这些匪徒有勾结的是哪些官员，所以这就碰上了。武安凝眉，确实是巧合，不过这巧合也的确让人头痛。九王爷在，我们就不能出手把涂小娇给带走，师出无名啊，到时候反倒引得九王爷猜疑，到那时让九王爷关注到主子就不好了。这个时候主子正在想办法拿回兵权，最关键的就是不能惊动九王爷。九王爷跟主子可以说是斗了一辈子，过去两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弄死对方，最后主子毒发意外身亡，而九王爷闭门不出，对外说是哀伤过度，其实是大笑庆祝，差点没笑死过去，与主人生死相依。安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先静观其变吧。安大哥，主子的帽子不会变绿吧？放屁！主子的帽子怎么会绿？永远不可能。哇，世事难料啊！在我看来，主子的帽子现在已经绿了一半了。什么？你忘了，之前涂小娇为了抹黑魏家，在京城的大街上就亲了魏昭一下。武安听了抿嘴。哎呀，这事儿怎么会忘记呢？因为这事儿我还吃了压惊药呢，最后也没敢把这细节告诉主子。所以真不敢想象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。你少危言耸听了，九王爷眼光有多高你也知道，所以他瞧不上涂小娇的。难说，你我都是男人，你也应该了解，男人有时候特别喜欢尝个鲜什么的，这吃多了山珍海味，有时候难保不会突然想尝尝屎。芒翡山，涂小娇在楚田身边待了2天了，楚田哭了2天，涂小娇劝了2天，劝得涂小娇嘴皮子都薄了。楚田不但没止住哭，眼泪反而还更多了。涂小娇也是受不了了，趁着楚田睡着时去找了安四。安大哥，当家的说让我开解小姐，但是能不能告诉我小姐这么伤心的原因是什么，我也好对症宽慰她呀。安四想着了下，组织了一下语言，对着涂小娇将楚田每日哭哭啼啼的缘由跟她说了一遍。终究是我人生浅薄，见识太少了。也许对于情窦初开的少女来说，爱情就是一切，比天都大。主子说了，若是你能劝得小姐死心，可以答应你的任何要求。任何要求？能为当家的效力已是我的荣幸，哪里还有什么要求呀？不过若是当家的到时候真觉得我做得好，容许我还乡就行了。只要你做得好就没问题。小姐这样，你们都用过什么方法来劝阻吗？比如让人去勾引傅恒，让小姐看清他其实是负心薄幸之人。做了，只是傅恒不为所动，让小姐更加坚定了。看来是个十分沉得住气，十分有心计的。涂姑娘有话尽可直说，无需藏着掖着。行，那我就说了，你们只给傅恒找了女人，有没有试着往他床上丢个男的？或许他之所以那么沉得住气，是因为他确实不喜欢女人，喜欢的是男人呢。安四眼睛有些发直。
之前魏昭说涂小娇言行歪风邪气很重，若是有冒犯之处让主子多担待。本以为魏昭对涂小娇这个弟妹有些成见，现在看来魏昭还是含蓄了。看安四表情，涂小娇既知他没试过。安大哥下次不妨试试。安四木然地点了点头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有没有试着带小姐感受一下银钱的美好？这个对小姐没用，小姐对银钱这些东西从来不在意。那有没有试着找一个各方面都比傅恒强的人去去跟小姐接触一下呢？试过，但同样没用。小姐心里只有傅恒一个人。真是够专情的。如果是我，给我一堆金山，别说让我跟傅恒分开，就是让我去分解傅恒，我都能做到。涂小娇与安四聊完就回去了，心里琢磨着怎么让楚田死心。而安四却向九王爷禀报了一下刚才与涂小娇商讨的内容。你这弟妹倒是挺有想法的。让王爷见笑了。怎么这么敢想？怎么这么敢说？怎么就这么不怕死呢？主子，您看要不要给涂小娇制定一些规矩啊？不用，让她随意折腾去吧。说完，九王爷似是想到什么。你派人找个男人扔到傅恒的床上试试。是。糟践傅恒的事，九王爷乐意做。如果不是顾忌着楚田，九王爷早就把傅恒给弄死了。另一边，武安也没闲着，他不好出面从九王爷手里的带走涂小娇，所以就找上了薛锦。你是不是进错地方了？我是男的，你踩不了。没进错地方，我今日过来是有件事想请世子爷帮忙。咦，找我帮忙？看薛锦满是惊讶的样子，武安忍着心里的不安，将事情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我去莽匪山找九王爷要人？可以这么说。这忙我倒是愿意帮，我只是担心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患。什么意思？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魏松，但是对于涂小娇来说，我这就是英雄救美，所以他万一对我起心怎么办？哎呀，真是不能想，越想越让人忧心。世子无需担心，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。你为何这么笃定？为何？因为我会在事后告诉涂小娇，薛锦有花柳病，而薛锦之所以会帮他，是为了给自己积德。因为有人说多积德能治好花柳病，虽然荒诞，但只要有用就行。总之，绝对要保住主子帽子的颜色。总之，世子把人带回来就好。莽匪山。小姐如果睡不着的话，我们聊聊天怎么样？你想聊什么？聊吧。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，若是傅公子不再中意你了，又该如何？只要拥有过，又何必在乎是不是天长地久呢？小娇，你太俗气了。心无法反驳，因为我确实挺俗气的。就算有一天他不再满心都是我，而是别人，我也会真心的祝福他。只要他幸福，我就觉得幸福。这话，涂小娇听得脑仁一跳一跳的。小娇，你读书少，见识少，知道的也少，所以你不会懂得真心爱慕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。哎呀，真想知道楚田读的到底都是什么书，惹得他只长恋爱脑，不长心眼的。你们老百姓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如乌鸦，天下乌鸦一般黑吗？可在我心里，傅恒就是那世上唯一的白乌鸦。小姐，你先躺着，我去方便一下。不能再听了，再听下去我都想撕楚田的嘴了。涂小娇从屋内走出来，就看到了不远处正在院子里坐着，
好似在赏景的九王爷。给九王爷请过安后，对着安武道：安大哥，敢问你有清火药吗？去吧，给屠姑娘拿去。是。主田又跟你说什么呢？小姐说男人如乌鸦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只有傅恒是白乌鸦。九王爷看着如实禀报的涂小娇，心里十分肯定他在借嘴骂他。此时九王爷不由想到魏昭说的话：王爷，不瞒您说，在这莽匪山，在您眼里涂小娇是阶下囚，但是在我眼里她就是座山雕，这莽匪山跟她很配啊。莽匪山因为涂小娇那一句黑乌鸦，九王爷晚上做梦，梦里都是乌鸦。主子，您起身了吗？何事？涂小娇来了，说有话想禀明主子。稍犹豫了下，九王爷还是让安武带涂小娇进来了。当家的，我昨天晚上思来想去一晚上，觉得要不把傅恒带来这里吧。为何？当家的，有时候这儿女之情，你越是阻拦，反而越是适得其反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故作成全。涂小娇看他们似乎有所怀疑，当即举例：当家的，这事儿其实我是深有体会。哦，这话怎么说？哎呀，你看我跟我的哥哥，之前呢，这家里人拼命的阻拦劝解，但他们越是那样，我们越是要在一起，觉得我们的感情虽然不被世人理解，却必然感天动地。可现在呢，没人阻拦我们了，反而没多少意思了。涂小娇语重心长：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越是得不到越是好，等得到了也就那样。小姐之所以觉得傅恒好，觉得他十全十美，其实一半都是他自己畅想出来的。带过来之后呢？之后涂小娇又对着九王爷捣鼓了一番。安武听完就一个感觉：他是真的知道怎么膈应人。第二天，楚田望着眼前的饭菜，正伤春悲秋，门突然打开，楚田抬眸，就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出现在了眼前。啊，这是梦吗？哈哈，甜甜，不是梦，是真的，真的是我。表哥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哈，是王爷派人带我过来的，说答应我们在一起。表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你这方法真能凑效吗？不能绝对保证，但是不出意外应该没问题。哎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好话说3遍也会腻，甜言蜜语什么的说得多了，听得多了也会厌吧。更重要的是，突然一声巨响，吓了涂小娇一跳。啊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主子，是薛世子，他把茅房炸了。诈尸几乎是薛锦的代名词，你惹得他不高兴了，他一定会去你家炸你家茅房，让你也不高兴。而你与他处得过于融洽了，他也会炸你家茅房，然后再拉着你去炸他自己家的。美其名曰咱们要有福同享，有景同赏。去，把他给我带过来。安武应刚要去带人，就看薛锦先一步走了进来。王爷，真是您呐！这里不是莽匪山吗？我听说魏昭和我表弟妹被人掳到这里来了，我特意来这里找人呢。王爷，您怎么也在这里？难道也是被掳来的吗？带他去洗澡。哎呀，王爷，咱们才见你就让我去洗澡沐浴，这样合适吗？会不会惹人多想啊？薛锦话出，九王爷抓起手边的茶杯就砸了过去。薛锦一笑，麻溜躲过。哎，王爷，那您稍等我一会儿，我沐浴过再来跟您叙话。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可是薛家祖辈都是特别的刚正肃穆之人，
为何到了薛瑾这里，突然就歪成了这样？难道真是像薛瑾祖父说的那样，薛家祖坟开始冒黑烟了？舅舅，舅舅！随着声音，看楚田跟傅恒一起走了进来。舅舅，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？还有，这什么味道啊？哦，薛瑾来了。他又炸茅房了？舅舅，咱们什么时候回京啊？王爷，甜甜身娇肉贵待在这地方，实在太委屈她了。所以若是王爷事务繁忙的话，不如先让我带甜甜回京吧。好，你先带甜甜回京吧。九王爷这话出，楚田和傅恒都愣了一下。让魏昭同你们一起离开。舅舅，那你呢？你什么时候回京啊？我等事情结束了再回去。甜甜，你长大了，舅舅不该再把你当成孩子一样看待，所以以后的事情就由你自己来拿主意吧。当魏昭得知可以下山的时候，心里顿时舒了一口气。涂小娇看着安武，安大哥，我呢？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？主子说你饭菜做得不错，让你再待一阵子。说完，安武转身走人。所以这个当家的其实是当朝九王爷，没错吧？魏昭听了没说话，能说什么呢？刚才薛瑾喊九王爷的声音简直是响彻整个山谷。所以我被留下，算不算是得到一个抱大腿的机会呢？闻言，魏昭眉心一跳。涂小娇看着魏昭，哥哥，你要不要告诉我一些九王爷的喜好呢？无可奉告，让你抱上九王爷的大腿，好借着九王爷的事为难魏家吗？不说也没关系，我自己琢磨也是一样的。你说我能不能得到九王爷的看重呢？涂小娇，你最好不要乱来。我当然不会对九王爷乱来，我只会对魏家乱来。说着，涂小娇靠近魏昭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若是我能得到九王爷的看重，自然是最好。如果不能，那么我就给九王爷一刀，努力挣一个灭九族的大罪，你看如何？我以家做魏家父，生是魏家的人，死是魏家的鬼，我一刀下去，直接带着魏家九族飞。哥哥，咱们这可是同生共死的缘分呐。想到涂小娇的话，在走的时候，魏昭脸色都不是太好，惹得九王爷都不由问了他一句：魏公子可是身体不适？回当家的哥哥就是舍不得我，心里难受。对于九王爷的身份，九王爷没当面说透，涂小娇就乐得继续装糊涂。原来是这样。不过魏公子无需挂怀，等过些时日，我就派人送你妹妹回去了。看着一众人离开的背影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九王爷开口：你确定楚田会对傅恒死心吗？当家的，俗话说世事无绝，我不敢绝对保证，但是十有八九是没问题的。哎呀，表弟妹，你果然在这里呀！闻声，涂小娇转头就看薛瑾穿得跟花蝴蝶一样，疾步走了进来。表哥，哎，你我一家人，客气啥？薛瑾说着，看着九王爷：当家的，我跟我弟妹有几句贴己话想说，可否容许我们先行告退？退下吧。多谢当家的。说完，薛瑾拉着涂小娇就离开了。弟妹，有一件事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。干啥？是魏松活了，还是突然想拉我入伙，跟你一起诈屎？以后你一定要离这个当家的远点，越远越好。你刚来京城不久，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，这么跟你说。薛瑾说着，朝着四方望了望，确定没人偷听，才压低着声音：这个人是天烟。
先不说九王爷是不是天烟，关键是薛锦，你作为臣子这么说九王爷妥当吗？你的脑袋难道是用铁焊在脖子上的，不怕砍吗？天烟之人不但身体异常，手段和喜好更是诡诈阴狠，所以跟他走得近绝没好事儿。好，表哥的话我记住了。记住就好，记住就好。一会儿我跟当家的说一下，尽快带你下山。你如果不想回魏家的话，我就给你买一处宅子，你带着魏松的生母住到外面去。涂小娇点点头，心里对薛锦这用心还是挺诧异的。魏松年幼时就被送走了，跟薛锦虽是表兄弟，但却并没有什么情谊。更重要的是，薛锦跟魏家这表兄弟的关系都非常的一般，如此也没有理由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表弟妹这么关切才是啊。表哥若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去做饭了。你倒是挺用心的。因为是分内的事儿，主要是我自己饿了。在涂小娇在厨房忙活时，薛锦凑到九王爷的跟前，不停地说着，说的也无外乎涂小娇多可怜，多惹得同情，说九王爷仁义宽厚，不应该再为难他，应该让他离开等等。薛锦说得认真，九王爷看似在聆听，实则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只是盯着厨房挥刀抡铲的涂小娇看。过了一会儿，在薛锦说的口渴去喝水时，九王爷问安武：他这是第几次尝味道了？回主子，如果属下没记错的话，这已经是第13次了，每道菜都尝上那么3、4口，现在他应该都快尝饱了。安武盯着涂小娇看，是因为他对涂小娇终究是不放心，怕他为了离开，在饭菜里放什么不该放的东西。他前几日做饭也是这样吗？回主子，前几日也是这样，属下让他不用这样试，他说多试几口安全，万一食物相克，让主子吃了就不好了。他倒是挺会说的，只是他这么个试法，让本王感觉我吃的都是他吃剩下的。听言，安武嘴巴轻抿了下，其实他也是同样的感觉，觉得端上桌的菜都是他吃剩的。当家的，吃饭了。听到这话，九王爷看了安武一眼。他吃饱了，咱们就可以开饭了。哎呀，这都什么菜啊，好香啊！主子，刚才有人上山，要山上的莽徒收拾一个人。收拾谁？魏家3少夫人涂小娇。哪个要收拾涂小娇？还未仔细盘问。去，把人带来盘问一下。另外，去把涂小娇也叫来。涂姑娘。安大哥，什么事儿啊？安武对着涂小娇将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。涂小娇听完没说话，抬脚往外走去。审问的事，九王爷自是没出面，直接让安文去审问的。而涂小娇、薛锦还有九王爷就在屋内静静聆听。大哥，我就是一个混子，之前收人银子绑过涂小娇，后来被魏家给拿住了。魏家那边人给我带话，说给我一个将功赎罪活命的机会，就是让我跑一趟这里，找这里的老大，让他们把涂小娇给绑了、废了、毁了，再弄死。是魏家的谁让你这么做的？这次不是魏家人，是郭家人。郭家人？魏家3夫人郭氏的娘家？对，那郭氏近些日子受了不少的委屈，就回了娘家去报屈。最后他娘家侄女郭家3小姐就给他出了这主意，让他借刀杀人，直接把人弄死，一了百了，省得闹心。我听说涂小娇的手里还捏着魏延的解药，郭氏把涂小娇弄死，就不怕拿不到解药，自家儿子也会丢了性命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大哥，我知道的都说了，能放我离开了吗？安文没回答，直接对着旁边的侍卫道：先把人带下去。李二被带离屋内，
九王爷看向涂小娇：“你打算怎么处置？”回当家的，我现在是您的丫头，该如何处置，求当家的为我做个主。表弟妹，不用当家的，我来给你做主。薛锦这是在耽误我抱大腿啊！还有，薛锦跟魏家也是亲戚吧？没事跳出来当这个恶人做什么？既然薛世子如此热心，那就交给薛世子吧。行，交给我，弟妹只管放心。那就劳烦表哥了。希望你不是去魏家和郭家炸了人家茅房，以此了事。此时魏家当魏昭回来，当即就被魏和忠给叫了过去。对着魏昭，魏和忠先是狠狠地表示了一下关切，之后红着眼眶，满是庆幸。来，与我说说这几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魏昭也没隐瞒，对着魏和忠如实地说了一遍，包括涂小娇要给九王爷一刀，带着魏家九族飞的事也一并说了。这个孽畜！祖父，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从现在的形势看，对涂小娇不适合再来硬的，还是试试别的方式吧，最好是能招安。好，我会仔细思量的。好了，你这些日子也受苦了，赶紧去歇歇吧。好。在魏昭刚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忽然又被魏和忠给叫住。昭儿，你说之前在山崖上对你和涂小娇动手的人会是什么人呢？孙儿仔细想过，但是没证据不好下定论。不过可以肯定，必然是跟魏家有仇的人吧。因为那些袭击我和涂小娇的人是真的下了狠手，想杀我们。你放心，祖父一定会找到那些人，为你出气的。我信祖父。魏昭走出魏和忠的院子，想了下，又去了郭氏和魏子豪的院子。刚到院门口，就看到了急匆匆走出来的郭氏。昭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几日你可把娘担心死了。魏昭好生宽慰了郭氏一番。郭氏听完魏昭的话，听到他这几天在莽匪山，脸色顿时就变了。你说你跟涂小娇这几天在莽匪山？母亲也知道莽匪山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听人提及过，那里的莽匪特别的凶悍。确实凶悍。哎呀，我忽然想起我还有点事要做，你先歇歇，我先出去一趟。看着郭氏急匆匆离开的背影，魏昭心里第一反应就是他娘必然又做了什么蠢事。大哥。魏昭抬眸看魏如珠走进来，对着他第一句话却不是关心。大哥，咱们的父亲又纳了2房妾室，你知道吧？大哥，父亲怎么能这样呢？他是不是看你身体不好，二哥也不中用了，就在心里把你们都舍弃了，所以就迫不及待的纳妾，想着再拼子嗣，将咱们3房交到庶子的手里。是啊，你大哥二哥都废了，成不了你一长，也做不了你的依靠。日后你凡事就靠自己吧，不要对我们抱有什么希望。大哥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怎么能说这样的丧气话？滚！魏如珠愣了下。大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滚，滚出去。魏昭又重复一遍，然后直接动手将魏如珠给推了出去，啪的把门关上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怎么能把我关在外面？你是不是掉下山崖的时候摔到脑子了？魏昭现在几乎可以肯定，在山崖上对我和涂小娇动手的那些人并不是什么仇家，应该是祖父派过去的吧。所以
魏昭想到涂小娇说的那些话，眸色幽幽暗暗。也许让涂小娇毁了魏家也没什么不好。芒翡山傍晚时分，安武刚忙完回来，正要去见九王爷，侍卫忽然急匆匆地跑来。安武，不好了，王爷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谁不见了？王爷不见了。还有涂小娇，她也不见了。闻言，安武脸色顿时就变了。此时正在九王爷的房里，已来回翻找了好几遍的薛锦，确定人真的不见了后，心里想：完了，魏松头上的帽子绿了。你是说，涂小娇进来给主子送过参汤后，两人就一起在这屋内凭空消失了？千真万确。说着看向薛锦，薛世子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是，我那个时候正过来找王爷，就看到了涂小娇端着汤走进屋，可等到我进来的时候，屋内竟然空无一人。薛景说完，三人沉默了下，最后薛景率先打破沉默。人不可能凭空消失，所以这屋内必然有机关，有密室。说完凝眉，可是我刚才翻找了好几遍，都没找到开关在哪。薛世子，你再接着找，我去喊侍卫过来一起找。我去审问一下那些莽匪，看有没有人知道。安武疾步走出去，薛锦继续翻箱倒柜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的去寻找。虽然开关暂时没找到，但是有一点他们确实是猜对了，确实是有密室。此时涂小娇跟九王爷就在密室内，大眼瞪小眼。涂小娇只是去送一碗参汤，九王爷就不知道突然摁到了哪里，床突然就打开一个洞，九王爷猝不及防往下掉。他掉就掉，掉的时候偏还下意识地拉了涂小娇一把，最后他们双双掉了下来。掉下来的瞬间，洞口合上，他们就这样被关在这里。当家的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这里是哪里呀？我好怕呀！九王爷正看着，突然竖立在密室四个角的铜像骤然动了，手持长剑直直朝着九王爷刺去。不过一会儿的功夫，九王爷就开始落于下风。照着这个形势，九王爷丧命是早晚的事儿，而九王爷一死，接下来自然是轮到我了。看这形势，坐以待毙是不可能的。涂小娇伸手拔下头上的发簪，紧紧地握了握，咽了咽口水。这突然的一声惊得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在敌方也被涂小娇震得虎躯一阵恍神的时候，趁机出手，趁机夺下一人手里的长剑。你先去把它解决了。武器被九爷夺的人被派去处理掉涂小娇。大哥，我就是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你饶我一命好不好？只要你能留我一命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说着指着自己的脸。大哥，你看我，你仔细看，我长得很不错的，还有啊，我身段也好，凸凸凹凹，是细嫩又滑溜的，你就这么杀了我，不觉得可惜吗？大哥，求你了，求你饶我一命。男人听了，看着涂小娇，眼里满是不屑，一步一步朝着涂小娇逼近。不要啊！随着一声尖叫，看血色飞溅。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涂小娇已死无疑时，却看涂小娇身上带着血，缓缓站了起来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涂小娇哭唧唧地喊着，又猛地用力拔出插在男人心口的发簪，再次对准了他的太阳穴。大哥，求你了，告诉我密室的开关在哪好不好？这里实在太可怕了。话没说完，地上的人狠狠地抽搐了下，瞪着眼睛断了气。软弱又怯懦的涂小娇突然弄死了一个人，不但让局势发生了些许变化，也让人再次认识到了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的含义。就在九王爷和其他人三人都以为涂小娇不会再有什么动作，毕
毕竟没人会主动送死。然他们还是想错了，涂小娇是不动手了，她开始动口了。一抹呀抹到呀大姐的头上边儿呀，一头青丝如墨染，好似那乌云遮满天。二抹呀抹到呀大姐的眉毛边儿呀，两道眉毛弯又弯，好像那月亮少半边。三抹呀抹到呀大姐的眼上边呀，两道秋波在两边，好似葡萄一般般呀。四抹呀抹到，涂小娇突然就唱起来了那18摸，唱的那个清脆响亮，唱的那个没一句在调上，唱的那个正打得凶猛的人乱了节奏和步伐。哎呀哥哥，你呀你真是棒棒棒，那个棒棒棒。九王爷听得嘴角抽搐，差点稳不住那拿剑的手。其他3人更是章法大乱。切，把他给我弄死！大哥，求你不要过来，求你饶我一命，只要你能留我一条性命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听到这熟悉的话语，简直是把人给气笑了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刚才唱的那个曲儿啊？那我再给你唱个别的，我还会唱特别多。你想听什么？只要你能说得出的，我就能唱得出。这一次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涂小娇一定会死在剑下的时候，就看涂小娇突然拿出一个药瓶，对着洒了出去。在洒出去的瞬间，涂小娇顿时捂住了口鼻，而其他人没防备，一口气都吸了进去。涂小娇本还不确定药性，可在他们身体开始摇晃，开始站不稳后，药效基本能确定了。涂小娇屏息，一手用袖子严密地捂住口鼻，一手轻易就夺过要杀他之人手里的剑，直攻要害，直接抹他们脖子，一剑一个，快、准、狠，憋着气宰了3个人。大家的，你说我现在是不是立了功了？九王爷点头。大功。那是不是会有赏啊？自然有赏。那不知当家的能赏我什么？黄金万两。那我就先谢过当家的了。涂姑娘真是好身手。当家的可能不知道，我之前是个杀猪的。刚才的药哪里来的？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九王爷听了看了一眼，是第一个要去杀涂小娇的人。我去看看他们身上还有什么东西。看着涂小娇将他们身上的钱袋子摘下来，揣到了自己的怀里。烧杀掳掠，他好像全占齐了。正想着，九王爷忽然脸色一变。涂小娇，事情有些不妙。怎么了？刚才的药里好像有媚药。听言，涂小娇静默了下。这里有4个洞，你想要哪个？涂小娇一句话，九王爷哽住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看九王爷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涂小娇眉头拧了下。怎么，莫不是想用我来解除媚药？那可不行。当家的，虽然这会儿有点看不出来了，但是这3个人也确实是各具风情，个个千娇百媚的。关键是他们懂得配合，完全随你喜欢，你想摆弄什么姿势，他们都愿意。听言，九王爷就笑了。个个都是满脸血的，还个个各具风情。不过有一点他倒是没说错，他们确实能做到随我摆弄。都死了，他没得反抗得了啊。若是当家的需要，我可以在旁边唱曲给你助兴。九王爷抚额，完全无言以对。现在可以十分确定，
涂小娇对我是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，所以他宁愿扭曲变态的现役，也绝对不愿对我献身。魏松有你这样为他忠贞不一的媳妇儿，也是真有福气啊。听九王爷竟提及魏松，涂小娇眼帘动了动，看来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底细。哼，如果他真的那么有福气，就该长命百岁才对。九王爷听了静默，因为药的关系，他现在浑身火烧火燎的，也没闲心意志去安慰涂小娇。王爷，并非民妇不愿意效力，只是王爷你也知道，民妇虽然是寡妇，但也是有夫家的人，所以民妇不想让王爷成为奸夫。魏少夫人有心了，你考虑得如此周全，本王甚是感动。密室外一直找不到入口，都急得不行。薛瑾对着安武神色肃穆。安武，他们孤男寡女的，九王爷不会对涂小娇做什么事吧？薛世子想多了，主子对有夫之妇没兴致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。安武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九王爷跟涂小娇真的发生什么的话，咱们一定要死死的瞒着，谁都不能对外说，知道吗？安武听了也懒得理会薛瑾。皇天在上，我发誓，若是有人把涂小娇跟九王爷的事情说出去的话，就让安武从此不能人道。薛瑾话出，安武无语。突然就可能不能人道了，原来事还能这样发。薛世子，茅房满了，你若是闲，就去炸着玩去吧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诈尸？赶紧找人。此时边境已是深夜，魏松却突然从梦中惊醒。在外守夜的林七听到动静，疾步走了进来。主子，可是身体不适吗？魏松摇头，身体没有不适，只是又梦到涂小娇了。梦里尽是与涂小娇一起生活的糟心事，还有涂小娇在我死后伤心落泪的模样。唉，写信给武安，问一下他涂小娇现在什么情况。是，属下马上安排下去。魏松颔首，下去吧。令妻恭应一声，疾步走了出去。魏松涂小娇，我该拿她怎么办好呢？密室内，九王爷此时心情跟魏松差不多。密室是密封的，再这么下去，他们没死在敌人的手里，也得憋死在密室内。王爷，你若是实在难受的厉害，不如我把你敲晕了如何？这样他舒服了，呼吸平稳了，也许能少吸点氧气。九王爷扯了下嘴角，哼，涂小娇还真是一点舍不得苛待自己啊。不用了，我这会儿觉得好多了。啊，这样呀，好多了就……话没说完，涂小娇不知道踩到了什么，轰隆一声，石壁突然打开。涂小娇脸色一变，在下坠的瞬间，伸手抓住九王爷，一把把他给扯了下来。那力道让九王爷感觉涂小娇与他同生共死的决心很大。从密室滑落，涂小娇脑袋碰到一处石壁，人当时就晕了过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当涂小娇再睁开眼睛，入眼的是漫天的星光。我们这是出来了，而且都还活着。
王爷，您没事可真是太好了。闻言，九王爷抬了抬眼帘。您？当时在密室里，我最担心的就是王爷会有个好歹，好在王爷安然无恙，化险为夷了。涂小娇这嘴脸，瞧着跟在密室那时明显不一样了。在密室里，我多喘2口气儿，她都有些咸，想着要敲晕我，让我少喘气，甚至最好是不喘气。现在看我还喘着气儿，又开始满是庆幸了。这嘴脸可真是懂得随机应变呢。王爷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如果我没记错，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好像有个村庄。那咱们先去庄子里找一户好心人住一晚上。九王爷点点头，扶着石壁起身。哎呦呦，王爷您慢着点，来来，我扶着您。不只是嘴脸，就连声音也变得温柔似水了。女人的脸还真是有如那6月的天，真是说变就变了。王爷，咱们穿这样，怕是没人会留我们借宿吧？确实，2个身上沾着鲜血的人，没人敢让进家门。我们先换个衣服吧。换衣服？这3更半夜的可没卖衣服的，所以想换衣服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偷。那找衣服这个事情就劳烦蒲姑娘了。王爷，您言重了，找衣服这种粗活本来就是我该做的。九王爷和涂小娇2人走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村庄。王爷，您先在这里歇息一下，我去瞅瞅看哪家院子里有衣服。九王爷随地坐下，背靠着大树，看涂小娇跟贼似的，东家瞅瞅，西家瞅瞅，不一会儿就拿了2件衣服过来，跑过来递到他跟前。王爷，这2件你喜欢哪一件啊？这递上来的是功劳还是罪证，之后还是真难说呀。王爷，那个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。行，那我找个地方换件衣服。涂小娇说着，拿起衣服走到一处危墙下，快速将衣服给换好。那个王爷，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吧。涂小娇继续搀扶着九王爷在村子里游走。王爷，不如就这家吧。涂姑娘为何觉得这家合适啊？我看这家包谷都在外面放着，没搬进去，可见不是个心细的人，而一般粗心的人想不到那么多，方便咱们游说。意见达成一致，2人走进院中，心里盘算着怎么说。走到窗下，听到屋内的动静，涂小娇神色一滞，不由停下脚步。哎呀，死鬼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晚？害得人家等那么久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我怎么会不来呢？我傍晚的时候特意从你门口路过，看到你在院子里放的包谷，我就知道你家汉子走了。当时我就盼着天黑了。啊，原来的包谷不是忘记收了，而是招野男人的暗号。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涂小娇和九王爷2人对视一眼，屋内嗷呜个不停，叫得2人脸皮直跳。涂小娇和九王爷默不作声，准备离开，再换一家。屋内女人忽然一声叫，那声音涂小娇听到心里一个激灵，而九王爷听得一个趔趄，差点跪在地上。涂小娇赶忙伸手扶住。王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又不是你在床上出力，你怎么还腿软了？九王爷听了，嘴角抽了下，脸色难看，狠狠瞪了涂小娇一眼。王爷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这里歪风邪气真的多，民妇一不小心都被带歪了，都开始说些口不对心的话了。王爷，您瞧着哪家好啊？九王爷没说话，闭着眼睛指了一家。另一边，薛锦想想戴着绿色帽子的魏松，也是一会儿想哭一会儿想笑，根本闭不上眼。咱们几乎把这屋子都掀了，也没找到入口，所以我想入口是不是根本就不在这个屋里。
闻言，安无凝眉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是想说王爷和涂小娇就是在这个屋里不见的，肯定是触动了开关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屋里的开关已经触动了，是不是就不能再用了？想进去得找别的途径。安武听言，心头一凛，随着不知想到什么，脸色一变，疾步走了出去。哎，我是不是忽然间说了什么令人茅塞顿开的话了？若是，那我可真有才。另一边，涂小娇和九王爷总算是进了一户农家，对着眼前的一家三口，九王爷保持静默，涂小娇开始演说。大叔大婶大妹子，我叫来旺，这是我大哥福旺，我们兄弟俩在富贵人家做长工的良民，家里老人突发疾病，我们心里牵挂得很，本来想连夜赶回乡里的，奈何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就冒昧过来打扰，恳求大叔大婶还有大妹子发发善心，容我们兄弟俩讨碗茶水喝，歇歇脚。说着，涂小娇哆嗦着从怀里掏出10多个铜板，双手递过去。一点心意，还望大叔大婶千万不要嫌弃才好。妇人听了，当即把铜板给推了回去。哎呀，小兄弟，你这可是太客气了，咱们老百姓不行这个，你拿着拿着啊，不就是要歇歇脚吗？小事情小事情。男人也随着附和。是嘞是嘞，都是小事儿。来，我带你们去住的地方。多谢大叔，多谢大婶，你们真是好人。来，我们这东屋本来是我家大儿子住的，但他现在没在家，你们就住这里吧。哎呦，好些日子没怎么收拾了，有点乱，你们别嫌弃啊。不嫌弃，怎么会嫌弃呢？你们这房子可比我们家气派多了。不嫌弃就好。说着，妇人叫着自家女儿：哎，杏花，你愣着干啥子？去给2位客人端碗水，再拿一床被褥过来。哦，好。麻烦了麻烦了。门一关上，当即躺在床上一下子都动弹不了了。九王爷站在床边皱着眉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是嫌弃床嫌弃被子，还是忽然想起男女共处一室不合规矩了？涂小娇闭着眼睛想着，感觉身边的床沉了下。看来九王爷也知道现在不是矫情和折腾的时候，毕竟现在可不一定安全，也许那些要刺杀九王爷的人不只是密室里有，这外面也有，所以这个时候越低调越好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道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我不想叫福旺。啊？福旺怎么了？这名字多喜庆呀，就是为了让人一听就觉得讨喜才取的这名字的。王府有条狗就叫福旺。王爷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多大的缘分呐！放屁！不行了，我得去方便一下去，未免打搅到人家休息。涂小娇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的，因为没让人察觉她的存在，一不小心就让涂小娇听到了不得了的对话。爹娘，你们看今儿个那2人咋样？咋看上了？娘，你也知道，我这样已经嫁过1次人的女人，日后再嫁就难了，就算是能再嫁，也绝对嫁不到好的。但我也不能一直在娘家耗着，到时候让哥嫂心里不舒坦。这老姑娘一直在娘家，确实容易招人说3道4，也容易被哥嫂嫌弃。特别她还是嫁过1次人的，更难在娘家自处。杏花能想清楚这一点，其实对大家都好。唉，她自己识趣，也免得我们开口，到时候更伤情分。所以嘞，你打算咋弄？那个来旺不是说他们家也没长辈了吗？咱们一来就更合适了。我想直接把人留下，成事后跟他一起搬出去安个家，这样我以后也算有个依靠了，
不用凡事再指着娘家了。话是这样没错，就是不知道人家乐不乐意。哼，现在他们在我们家门上，就由不得他乐意不乐意。他们敢不应，咱们就在村子里喊话，说他糟践咱家杏花。他如果敢不认，咱就报官。到时候他如果不想坐牢，就得服软，就得娶杏花。杏花点头，娘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杏花，你相中哪个了？自然是高个子的，那个小个子跟豆芽菜似的，瞧着都没我壮实，哪里能要？哼，他瞧着确实可以，身材不错，模样不错，就是脾气看着不太行，脸色阴沉沉的，看着不喜庆。听到这里，涂小娇实在憋不住了，疾步去了茅房。另一边，去个茅房这么长的时间，就在九王爷已怀疑涂小娇跑了的时候，涂小娇轻轻地推门进来了，悄悄地进来，悄悄地摸到床边，悄悄地爬上床。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般自在的？他是不是忘了床上还有个我了？涂小娇，王爷，您还没睡吗？你不觉得咱们并排睡在床上不妥当吗？并排躺着不合适，那王爷您的意思是咱们叠着睡？九王爷脸色一黑，或许你可以躺地上睡。九王爷说完，身边的人没吭声。就在九王爷以为他会麻溜爬下床的时候，身边响起了轻微的呼噜声，他睡着了。哎呀，福旺哥，来旺兄弟，你们起来啦！杏花姐姐，早呀！早，早饭好了，来吃饭吧。大叔和大婶呢？哦，他们去田里了。你们吃吧，我出去透一透气。说完，九王爷抬脚走了出去。来，旺兄弟，来，多吃点。完了，杏花改变目标了，上门女婿从九王爷换成我了，为什么呀？涂小娇不能理解，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不能待了，必须马上离开。杏花姐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告辞了。涂小娇到东屋，没看到九王爷，正准备去找人，一转身就看到了杏花。来，旺兄弟，要走也得把饭吃完呐。说着，杏花笑眯眯地望着涂小娇，把门给关上了。不但关上了门，还拴上了门栓。来，旺兄弟，你想不想看点好东西？说着，杏花开始解衣服。还是不看了。不瞒杏花姑娘，其实我不行。什么？其实我是个断袖，那个福旺并不是我哥，而是我的情郎。你说什么？是真的，那你看。涂小娇撸起袖子。那看到这些痕迹了吗？其实都是他弄出来的，他真的……涂小娇说着，声音一夹，表情腻歪荡漾。他真的特别粗鲁，特别有劲儿，但我也是真的特别喜欢。他也一样，他就喜欢我蹂躏他，鞭打他。他说这样特别的刺激，我们真的是……涂小娇话没说完，门被猛地踹开。涂小娇一抬眸，就看到外面站着一群人，有眼珠子快掉出来的薛锦，有表情呆滞的安武、侍卫，还有脸色青黑交错被他口头蹂躏的九王爷。完了，这次是真的要特别刺激了。